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已接近3周，俄军在乌多个城市推进缓慢，是否已经陷入持久战？久拖待变，究竟对谁有利？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透露，双方已接近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俄方是否认同？双方离停火还有多远？军事甜品呢对俄军有利再这么打下去呢，我觉得应该是俄罗斯方面的军事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不一定实现就让乌克兰投降。乌总统提议在以色列与普京会面，以色列能否当好这个调停人？德法领导人频频与俄乌领导人分别通话，能否缩小俄乌谈判分歧？杨洁篪3月14日在意大利罗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为何需要与中方协调立场？王毅与欧洲多国高层沟通，怎样整合各国力量加入劝谈促和？中方2批人道主义物资已抵达乌克兰，给战火中的民众带来哪些帮助？要出现避免的情况，就是说乌克兰在欧美国家的这个撺动和这个挑唆下，把中国当成一个工具，用一种非常恶意的投机性的方式去对待中国。美休息7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欧盟宣布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将如何搅动全球市场？美对俄胡乱制裁，欧洲是否成了冤大头？为何说经济战没有赢家？互相的拉黑，包括这样一种相互隔绝，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又回到了47年以后，一直到89年，相互的一种冷战的状态。美国还要开辟第2条战线，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实际上也是美国自身它也很难承受的。俄手握大量证据，揭露美在乌克兰26座军事生物实验室丑闻，多个项目甚至在研究从蝙蝠传人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相关问题，美国在乌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俄罗斯认为这些试验针对前苏联地区人群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其中更确凿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发现和证实。自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局势似乎陷入焦灼。不过就在双方讨价还价、边打边谈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因素攸关战事走向，比如白俄军队是否会投入乌克兰战场。分析认为，欧洲单方面的制裁行动可能会刺激白俄罗斯出手，因为就在上周3，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将对白俄罗斯采取一系列经济制裁。分析认为，如果白俄军队斜刺里杀出，至少可能改变乌克兰北部的战局。事实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先也表态，在白乌边界乌方一侧发现外国雇佣军，并沿着白乌边界向切尔诺贝利方向移动。卢卡申科的说法让基辅非常紧张，立刻澄清说，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进攻白俄罗斯。上周，乌克兰空军声称，俄战机当日轰炸了乌克兰白俄边境白俄一侧的科帕尼居民区，目的是将白俄军队拖入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俄乌战事进入第19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继续受到俄军围攻。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西方给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补给线也将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后，13日，俄军用高精度远程武器打击了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利沃夫的亚沃洛夫斯基军事训练中心等地。俄方称，多达180名外国雇佣兵被打死，大量外国武器被摧毁。不过，目前报道称尚无法独立核实俄乌双方给出的伤亡人数的准确性。据悉，这个军事训练中心距离波兰边境不足25公里。俄国防部称，乌克兰方面在上述地点储存来自外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为外国雇佣兵提供培训和作战训练，随后再把这些雇佣兵送到对俄作战区域。不过，一位北约官员表示，该训练中心内没有北约人员。俄国防部强调将继续打击抵达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俄军攻击西乌克兰地区，表明他对北约武装乌克兰的行径越来越无法容忍了。在这些地区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其实反映出乌克兰的持久抵抗对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说，乌克兰受损失的空军现在大部分集中到了利沃夫、文尼察还有卢斯克地区。
包括曾经对俄军防空系统造成严重伤害的土耳其无人机，也基本是这些机场起飞的。因此，俄军的攻击无疑是想继续压制乌克兰空中行动的能力，同时呢，也对陆续抵达乌克兰的外籍志愿兵，或者也可以称为雇佣兵的一种威慑。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俄军在乌克兰依旧没有能够取得战争的绝对优势。当前，俄罗斯顿兵于基辅城下，虽然有后续的国内部队的支援以及后勤的跟上，但是围绕这样的大城市的争夺，显然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看到的。而在叙利亚立下战功的俄空天军，这次在乌克兰的表现低于预期，也让外界颇感意外。他的精确打击能力和他之前在叙利亚所表现的能力形成了一个反差。比如说，精确打击弹药的数量不足，态的逐步升级，俄乌战场出现第三者参战，多国赴乌克兰的外国战士有本土军队服役背景，能熟练操作先进武器。此外，还有国际安保公司挂出广告，日薪数千美金，高价招募赴乌人员。英国、丹麦、波兰、克罗地亚、捷克等国也在法律层面给乌克兰招募雇佣兵开了绿灯，允许其民众参与俄乌冲突。很多有劣迹或者说身份不明的人也到乌克兰去淘金，因此不排除由于这场冲突如果持续化以后造成一种暴力的外溢，比方说毗邻乌克兰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等这些本来就是欧洲不太发达的国家，受到这场冲突的影响，以及在乌克兰参加过战斗、获得战斗经验的极端分子进行一个扩散，那么对欧洲的安全恐怕只能是雪上加霜。在3月11号的俄联邦安全会议中，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向普京表示，俄方也收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志愿者参战的大量请求，其中中东的请求数量最多，超过16000人。观察指出，要知道俄罗斯与中东更有着深厚的渊源，而中东老兵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十足，一旦加入战场，对俄罗斯来说是一重要利好。目前，切尔诺贝利、扎波罗热已经都处于俄方的控制之下，这就是指的乌克兰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能源已经被俄罗斯所控制，这显然对他的续战受到了影响。我个人的看法是，未来通过能源系统的一个施压，有可能对于乌克兰的经济民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传导给乌克兰的政府方面，继而在谈判桌上可能做出对俄方有利的让步。吴健指出，双方都有止损的现实需求，未来1周是关键的窗口期。我个人的看法，未来1周以内就有可能成为俄乌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那就是俄罗斯希望乌克兰能够寻求某种中立化，而乌克兰呢，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停火以及相关的领土主权的一种尊重，这样双方才能够形成某种契合，互相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某种体面的尊严。目前啊，俄乌双方已经开始谈起来了，双方外长会上呢也谈及了俄乌总统直接见面的可能性。那么两国总统直接会谈的可能性大吗？俄乌冲突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金先生，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谈归谈，打归打，目前的态势呢，这个还是战争是占了那个上风吧。这个我估计还是要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博弈，然后才真正的能坐下来。因为现在双方都有这个压力嘛，国内的、国际的压力都要谈，所以都摆出很高的谈判姿态，而且很多第三方也在协调啊。我看土耳其啊，就是出来表态的，你看有印度、阿联酋、以色列、土耳其，然后老欧洲方面也有这种愿望啊。那现在你看，大家第三方做了很多努力，两方也有姿态啊，但是实际上进展很有限。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哎呀，在军事上有个比较明确的结果以前吧，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呢，可能还没有出现。因此呢，
这个俄乌两国总统的会面嘛，我觉得目前还不现实。到现在为止，好像所有的主要的谈判地点，3轮的谈判地点，都还是俄罗斯那边和乌克兰线下实际商定的吧？你想，如果让到以色列，你看泽连斯基跟普京从现在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飞到以色列去，这个是写小说吗？大家还是要严肃一点，对吧？那比如说以色列，或者就像是土耳其那种模式，对吧？大家到那边去，外长级的人开个会，或者土耳其的领导人过来做一下穿梭外交，这种以色列要仿效一下，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现有的一些情况来看，以色列也不想卷入太深，对吧？因为有很多事情态势是很明显的。你泽连斯基所在不仅仅是你的演技，你这个个人的问题，就是你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大家值不值得、愿不愿意、想不想跟你打交道，对吧？因为你其实还是要看你这国家自身所具有的实力跟价值。打了快3周了，现在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只要北约，特别是美国没有直接出战，那么从军事上讲呢，应该还是这个力量绝对不平衡的。所以呢，虽然现在的战局有点焦灼，俄军的表现不像这个开战之前嘛，大家的这个一般的预计啊，但是呢，基本的事实还是这个军事天平呢对俄军有利啊。再这么打下去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军事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不一定实现啊，就让乌克兰投降，接受俄国的条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军事目标，比如说啊，他把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占领，特别是把基辅占领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仍然是很大的。接下来双方是会继续的谈，从而使得战场处于一种相对的低烈度、相对的平静的状态，还是会转入较为激烈的交火？江先生，对未来的整个战场的包括整个冲突的这个演变，我觉得可能有相对乐观的和比较悲观的2种可能，这2种可能都不能排除。一个所谓的相对乐观呢，也就是说以谈判为主轴，以战场来配合这个零星的这种交火和小规模的这样一个冲突，来为谈判做一个陪衬，或者说为自己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这是一种方式。从过去的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呢，这种迹象应该说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些。悲观的是，如果有一方觉得自己需要获得所谓的一种战场上的辉煌的胜利来为收场赢得更多的面子，那就有可能发生非常猛烈的激烈的一个交火，而且是最血腥的这个巷战。这种可能性呢，应该说还不能够完全的排除，尤其是谈判如果进行的非常的艰难，我刚才说到了，谈判现在最大的难点就在领土问题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而一方又觉得需要争得面子的话，那巷战恐怕就会难以避免。这样一种状态呢，就会使战火延续的时间会延长，同时战火燃烧的烈度也会更大。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展开的军事打击，应该说相对也算比较克制。但是呢，如果大量武器和人员顺畅地通过乌克兰的西部，导致俄方在东部越打越吃力，那么俄方是否有可能加大在乌克兰西部的军事打击的力度？俄方当然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就是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包括雇佣兵，包括武器装备从西部进入到这个乌克兰。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不管是空中还是远程还是陆地这样一个能力去切断这样一种联系。俄方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乌克兰并不是一个小国，尤其它的西部边境这一块与波兰、与罗马尼亚都有漫长的边界线，这一块应该说完全的控制住、封锁住，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俄方对于乌西部地区的这个打击呢，我想呢不会过分的这个激烈。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俄方也害怕与北约方面擦枪走火，这种克制更大的程度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是限于能力，
二一个是基于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自乌克兰局势突变以来，事实上，在这一波金融较量中，西方国家承担着巨大风险。首先就是导致在俄债务无法收回。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日经亚洲的文章称，因为对俄制裁和外国公司撤出俄罗斯市场，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在俄罗斯的1500亿美元贷款可能无法收回，一些贷款只会显示为违规状态。从国家层面来说，如果西方银行采取冻结俄罗斯资产、停止在俄业务等方式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可以启用不可抗力条款，选择用卢布归还主权债务。这种情况下，西方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而从私人债务方面来说，俄民众在西方银行的房贷等，至少短期内想还也还不上。媒体指出，凡是制裁一定会有反作用力，西方也一定得吞下制裁俄的苦果。对欧洲国家来说呢，实际上就是杀敌1000，至少呢要自损800。固然呢可以对俄罗斯本身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对欧洲国家自己来说也要承受比较大的代价。如果说欧洲国家经济真的因为这一次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其他的经济制裁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其实最后它也很难独善其身。尽管在短期之内，美国人似乎呢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经济毕竟是联动一体的。如果说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都受到拖累，美国实际上最终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冲击。在西方国家堪称严厉的打压之下，俄罗斯经济仍在保持正常运转，这究竟是什么秘诀？俄罗斯堡垒是对如今俄罗斯经济体系最形象的描述。俄罗斯堡垒指的是在西方常年的经济制裁下，俄罗斯建立了一套有抵御能力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首先，俄政府减少了自己持有的美元；其次，美元在俄罗斯历年贸易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俄罗斯通过与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订协议，优先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双边贸易。俄罗斯主要的国有能源公司也开始用欧元和卢布进行交易。此外，俄罗斯发展了自己的支付系统 MIA， 以帮助该国减少对现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支付基础设施的依赖。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俄罗斯堡垒缓冲了西方制裁的威胁，但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沙吉纳却表示，该政策的稳定可能意味着牺牲经济增长。在月12号，拜登表示，美再向乌克兰批出2亿美元武器及其他援助。有高官指，连同最新拨款，美国过去1年给予乌国的军事援助达12亿美元。路透社引述给予国务卿布林肯的备忘录指，拜登透过外国援助法拨款2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防卫。有关援助可从国防部武器或其他军事物品库存中拨出，美方还会提供军事教育和训练。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一面加紧制裁俄罗斯，同时也没忘了盯上中国，甚至在制裁问题上强行要求中方采取行动。当下，美国有意在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领域对俄实施断供，美方也清楚，遭到西方联合断供之后，俄罗斯势必会寻找其他国家合作，中国将会是俄罗斯合作对象之一。由此，美方开始威胁中国，要求中国不得继续对俄出口芯片。3月7号，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扬言，中国如果不对俄进行制裁，美国有办法采取措施。甘愿做美方马前卒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随之登场，开始呼吁中方对俄发动制裁。从目前呢美方的种种表态来看呢，未来对我们中方企业以这种长臂管辖的形式以这种霸权作风进行胁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呢，如果我们中方企业呢，如果不能够对美国的对俄制裁进行所谓的有效配合的话，那可能呢会遭到美方的这些制裁。那我们中国这种抗压能力实际上要强大的多，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呢，它目前呢对俄制裁其实就给美国呢实际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潜在风险挑战。如果说美国还要开辟第二条战线，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实际上也是美国自身它也很难承受的。而针对近期有外媒炒作所谓俄罗斯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要求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近期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三地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
用心险恶。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一直以来为劝和促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级。关于俄罗斯是不是能够撑过制裁，现在在国际上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好像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金先生怎么看？美国学者的研究是这样的啊，制裁肯定会让对方在经济上很痛苦，但是呢，制裁很难达到他的战略目标。什么战略目标？就是让对方行为上屈服，这个他达不到。比如说他制裁古巴半个多世纪，是吧？那古巴仍然是反美的，走不同道路的。然后制裁朝鲜、伊朗，对吧？很多年，但人家基本的那个主张没有变的。所以呢，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这制裁肯定会有一定作用，让俄罗斯经济很困难。这个是，但是要是用制裁来改变俄罗斯的对外行为我觉得这个目标肯定是达不到的。其实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作用可能会被大大的削弱。这一点呢，美国恐怕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美国已经放话，让中国不得破坏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否则就要对中国进行报复。所以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最终是否会把中国也卷进去？金先生，是这样的，中国跟这个乌东事件呢是彻底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必须明确但是客观上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中俄关系不错，互为这个战略伙伴，没有天然的经济互补性嘛。因为俄罗斯有资源，我们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所以呢，这个在西方看来有点不爽了这个西方要制裁俄罗斯，想给他制造经济困难，可是中俄经济关系不错这西方对我们有点指责。这个指责首先我跟他讲站不住脚，因为这样呢，就是我刚才讲乌东危机的爆发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毫无责任，对吧？第二，我们现在做的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我们的立场很好，我们现在做的事人道主义救援，就是撤出自己的公民都挺好我觉得截止到目前我们无可指责。然后我们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我们正常的权利所以我看外交部发言人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连带制裁，中国是一定反击的，对吧？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我们政府立场是很坚定的。这个我们就看美国的举动，如果美国真的越出这个边界对中国进行连带这个制裁，那么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而且中国绝对会反击。美国是赚不到便宜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美国出来干扰视线和找面子的话，现在欧美国家是把中国用各种方式拖下水，或者在政治上去抹黑你，或者在经济上去敲诈你。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真的欧美国家想要制裁俄罗斯这个在经济和金融上不是说非要拖着中国一起，这点他们也很清楚。现在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自己骑虎难下这个上去了以后，这个很难再下来，降低这种调门。谁第一个回到务实轨道上去，在西方政治的这个框架下立刻被驱逐，所以是这种政治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增加了这个乌克兰这边这个冲突的不确定性。面对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是否会加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俄经贸合作是否有可能迎来新的突破？江先生，在今年冬奥会期间，普京总统到访的时候，双方也签订了一系列的这个大单。在未来10年，中俄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我们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也铺下了非常好的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不管有没有这样一场冲突，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都会是往上走，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那么经过这一轮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后，俄罗斯面临很大的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当然又增加了一个俄罗斯愿意与中国扩大经贸合作，包括拓宽经贸合作领域的这样一个动力。既然我们说的是双方的合作，那就是双方任何一方都要有合作的能力。如果一方这个能力比较弱，那这个合作的规模，它的天花板相对就会低。比如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受到非常大的削弱，
俄罗斯的财政支出，包括企业它的这种能力，比较弱的话，那很多的项目你怎么样去落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到这种问题，就是刺激制裁的风险问题。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经济利益、有着广泛经济活动的这么一个经济体，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在这方面都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利益，自身的企业的利益。其实很多的自身的所谓的自身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呢把它凝聚起来，就是中国的国家的经济利益。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боту по анализу переданных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иолаборатор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о секретной военн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ША。实物等证据，美方只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过去，难以交代，难以服众。美方一贯标榜所谓公开透明，如果美方称这是虚假信息，那为什么不公布详细资料，自证清白？美方资助的2亿美元到底花在了哪里？美方对哪些病原体进行了什么研究？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其网站上删除了所有相关文件，他们是想要隐瞒什么？美方为什么20年来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美方如果想证明清白，为什么不开放这些生物实验室供国际？ оруж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летучие мыш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оритетом изучения бактериальных и вирусных патогенов, способных передаваться от летучих мышей человеку, возбудителей чумы, лептоспироза, бруцеллеза, а также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в и филовирусов。 最近的一个热点是，俄军在乌克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紧急事件：乌克兰领土上存在着生物实验室网络，相关研究呢是由美国资助的。那么这样的发现会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或者重大意义吗？沈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属于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信息战的一种有效的反击。第二个呢，牵扯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美国对生物武器公约的这个态度，没有签，不认真履行条约义务，是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在全球范围，现在美国人死咬这些实验室不是美国的生物武器实验控制室，就是它可能是乌克兰的，尽管是美国资助的，但不管它可能是乌克兰的，可能它里面只有病原体，还没有武器化，这种方式来做，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事情对于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什么呢？这个对于美国的影响就在于说，你还能不能把乌克兰包装成一个完美受害人？乌克兰其实在西方的名声不见得很好。美国在生化武器方面其实是劣迹斑斑，现在呢，确实到了美国有必要自证清白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做呢？金先生，生化武器呢，是国际社会挺关心的一个东西。生化武器某种意义上讲比核武器还可怕。美国为什么要跑到乌克兰干这些东西？到中亚，到国际上其他一些国家搞330个实验室，我觉得美国有责任向世界解释。这个美国现在一味的说这是这个生物研究机构跟生物战没关系，然后说俄罗斯散布谣言，那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吧？你做的这个事儿确实有可疑之处的，你作为世界领导国家当然有这个责任要解释。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好像拒绝做解释，是吧？这个就比较糟糕。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呢，也将在周一的会谈当中总结初步的谈判成果。就协议文本而言，那么您预计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吧，现在谈这些文本之类的，可能还为时尚早，为时尚早。那么要实现稳定，就是形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够在俄罗斯这边能够在北约那边，然后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在乌克兰这边形成某种稳定的状态。这里面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北约的这个东扩事实上的停止，以一种可信的方式保障乌克兰的这个中立的地位，这点是最起码需要做到的。那么伴随这一点，乌克兰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所谓的安全保障，
可能会以一种出乎乌克兰意料的方式得到解决。为什么呢？进入谈判之后，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真正说话算数的已经不是乌克兰了，主要就是事实上在这部分你可以认为真正进行对话的不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背后的像北约，或者直白来说就是美国，在这方面达成一个妥协。乌克兰这边其实心里也非常清楚，越来越多的持续反复的试探清楚了，西方绝对不愿意为乌克兰流血，只是希望乌克兰把自己的血流干，顺带去迟滞和这个拖一下。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意大利的罗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了会晤，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我想这当然也包括俄乌情势。那么此前呢，中方曾经表示愿意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那么在各方斡旋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中国究竟应该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从斡旋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想我们的劝和促谈是站在整体上就是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当我们的劝和促谈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介入。这个有意义跟有价值不是看俄罗斯，是看乌克兰。要出现避免的情况就是说，乌克兰在欧美国家的这个撺动和这个挑唆下，把中国当成一个工具，用一种非常恶意的投机性的方式去对待中国，可能就是包括任何国际社会介入所进行的这样一种促谈，就是我打不过俄罗斯了，那我就要求促谈，然后坐下来等我恢复元气，我但凡从那边军火到货了，我立刻撕毁协定，就立刻再打，就是这种方式。这个呢，我觉得是中国在介入这个事情上优先需要避免。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对吧？坚持自己的这个目标利益还有战略选择，坚定不移的把贯彻落实和实施。俄乌变局是否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塑？我们现在处于百年变局当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百年变局与俄乌这次变局的关系？俄乌变局又会对百年变局产生什么影响？我的分析就是俄罗斯是可以挺过这个制裁的，那么军事上不敢用，经济制裁会失效，最后那种软制裁，就是制裁人家猫啊、残疾人啊、鸽啊、树啊，那都是胡扯的东西啊。结论呢，很有可能这一次俄罗斯挑战会成功。成功的结果是什么？成功的结果就是美国体系下降，是吧？而这个东西呢，跟百年变局正好是相应的，因为百年变局的总特点是什么？东升西降啊。原来的几百年的国际格局是西方主导西方主导正在往这个东西方平衡的这个结构转移那么这个危机，就乌东危机，正好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百年变局实现的加速剂。